你是否感觉到你内心的平静被一个简单的延迟所窃取？当一条消息没有在几分钟内得到回复时，焦虑是否会侵蚀你的思想，将数字的沉默变成被抛弃或不尊重的预兆？你是否发现自己感到沮丧，近乎愤怒，因为世界坚持不以你头脑所要求的令人目眩的速度运转？这种成为外部环境人质的感觉，你的冷静取决于客户的回复、交通的流量或一个项目的进展，是一种自我施加的监狱。你正在与时间进行一场持续的战争，一场就其本质而言不可能获胜的战斗。而这场战争的代价是你的宁静，你清晰思考和活在唯一真正存在的时刻当下的能力。你所承受的这种精神疲惫不是软弱的标志，相反，它是在一个及时满足的世界里，用一个过时的心智系统运作的可预见的结果。你的头脑被训练来获得及时奖励，为了带来多巴胺的点击，为了毫不费力的到来的解决方案。你没有坏掉，你只是未经训练。你的不耐烦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个在后台运行的有缺陷的软件，消耗你的精力并支配你的反应。它告诉你，等待就是失去，耐心就是被动，面对意外时的冷静就是顺从。但这是最大的谎言，一个让你被束缚于反应性和它所产生的情感混乱的程序。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卸载这个程序呢？如果你可以安装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一种为自我主宰和清晰而设计的心理技术呢？这正是本视频的承诺。我们不会谈论技巧或肤浅的积极思考，我们将深入研究一种灵魂的科学，一本在罗马帝国的战场和权力走廊中锻造出来的人类心智使用手册。我们将探索3个斯多葛学派的视角来锻造坚定不移的耐心。在我们开始这段旅程之前，请做出第一个在场的行为：点赞、订阅频道，以免错过接下来的训练，并评论你从哪个城市或国家连接，在这个虚拟的训练场上宣告你的存在。解决这种紧迫感暴政的方法不在于一个新的生产力应用程序或又一个时间管理技巧，解决方案是古老的、经受过战争、政治和人类逆境的考验。我们谈论的是斯多葛主义，但是请忘记那些背诵着布满灰尘的格言的白胡子老人的形象，把斯多葛主义想象成有史以来为人类心智创造的最强大的操作系统，一种旨在赋予你清晰、韧性和深刻使命感的灵魂技术，无论你周围是怎样的混乱。而这个系统的核心工具、主要应用就是耐心，不是你所认识的那种耐心，而是一种钢铁般锻造的积极而坚韧的耐心。它作为你内心堡垒的基石，让我们从摧毁你目前对耐心的定义开始。你被教导说，耐心就是被动的等待，交叉双臂，希望事情会好转。那不是斯多葛式的耐心，那是伪装的无能。真正的耐心是一种战略武器，它是一种对时间和感知的主动掌控形式。它不是等待暴风雨过去，它是成为那块岩石，逆境的浪潮对它冲击而无效。斯多葛式的耐心是一种刻意的警觉，一种持续而有意识的选择，将你的能量只集中在你的直接掌控之下，你的行动、你的思想、你的品格。它是在刺激和回应之间的间隙中，坚守并以美德行事的力量。这是力量，不是顺从。为了理解这种力量，我们需要求助于大师们。皮克提图，一个在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之一，且曾经历过奴役的残酷的人，为我们留下了这种转变的万能钥匙。他不是在低声提出建议，他给我们一个直接的命令：
一条通往精神自由的基本法则。它教导我们，生命中首要且最关键的任务是以绝对的清晰度区分什么是我们能控制的，什么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判断，我们深思熟虑的行动，这些是我们的，其余的他人的意见，我们努力的最终结果，交通、经济都属于命运的范畴。掌握这种区别不是一个智力练习，它是夺回你平静的第一步。现在我们进入训练的核心，你必须掌握的第一个视角是最基本也是最解放的控制二分法。想象你的心智是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的城墙内，是你且只有你才能掌控的事物，你的观点，你的冲动，你的欲望，你的厌恶，简而言之，你的行动和你的意志。这是你的领地，在这些城墙之外延伸着广阔而不可预测的领土，那里是你不受控制的事物，你的身体，你的声誉，他人的行为，自然的意外，过去和未来。斯多葛派教导我们，人类所有的痛苦都源于一个心智地理学的错误，试图统治异国他乡，却忽略了自己的王国。不耐烦是这种混淆最尖锐的症状。当一个外部因素与一个内部意愿不符时，它就会在你内心爆发。你希望交通畅通，但它却停滞不前；你想要立即的批准，但它却迟迟不来；你希望别人改变，但他们却没有。这些时刻中的每一个都是对现实的战争行为，一种将你的意志强加于不属于你的领土的徒劳尝试。这产生的内部冲突是巨大的，因为你的自我被训练成相信控制等同于权力，放弃这种控制似乎是一种软弱的行为，而实际上这是最高级的战略智慧行为，是将权力集中在它真正存在的地方。现代社会放大了这种错觉，我们被灌输着我们可以拥有一切和成为任何人的信息，将潜力与万能混为一谈。我们被评估的不是我们的努力或品格，我们唯一能控制的东西，而是我们取得的结果，而结果总是努力、运气、时机和第三方行动的混合体。这种控制不可控制物的压力，是我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慢性焦虑的根源。你感到不足，不是因为你的努力不够，而是因为结果，那个从一开始就不在你手中的东西，没有符合你的期望。这是一个被操纵的游戏，唯一的获胜方法是拒绝参与。为了内化这个教训，斯多葛派为我们提供了弓箭手的强大比喻。一个有德行的弓箭手，将他100%的精力和焦点投入到他能控制的事情上，选择最好的弓和最好的箭，他姿势的稳固，他呼吸的平静，他瞄准的精确度，以及他松开弓弦那一刻的平滑。完美的射出一箭是他唯一的宇宙，他在此过程中找到卓越和满足。他是他掌控下每个变量的绝对主人，这是他的工作。他以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执行它，在行动本身中找到美德，而不是在它可能或不可能产生的后果中。在箭离开弓的瞬间，弓箭手的工作就结束了。从那一刻起，箭的命运属于世界。一阵意想不到的狂风，目标突然的移动，路径上一个不可预见的障碍，所有这些都完全超出他的控制。斯多葛派的弓箭手知道这一点，他以接受而非焦虑的态度观察箭的飞行。他不会诅咒风，如果箭没有射中靶心，他也不会绝望。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胜利了。他的胜利是在以他全部的技巧和专注、完美的射箭的行为中获得的。最终的结果只是一个信息，不是对他价值或能力的评判。现在将这个比喻应用到你的生活中，你的项目、你的对话、你的目标，每一个
都是你射出的一支箭。你的任务不是执着于目标，而是执着于你投射的纯洁和完整性。你控制你研究的质量，你投入工作的奉献，你话语的诚实，你习惯的纪律，你的荣誉和你的心安理得就在于此。客户的回复，工作中的晋升，公众的认可，所有这些都是风。试图控制风是疯狂的定义，专注于成为最好的弓箭手，无论箭落在哪里，是智慧和宁静的定义。想象一下，当你真正内化这个教训的那一刻，从你肩膀上卸下的重担，对未来的焦虑消散了，因为你明白你的责任不是控制明天，而是以卓越的方式执行今天。对别人的挫败感减少了，因为你不再要求他们按照你的意愿行事，而是专注于你如何回应他们的行为。这不是被动，这是将你所有的精神能量外科手术般的重新导向你作为主权的战场。这是用专注和深思熟虑的行动取代瘫痪的焦虑。你变得更有效，而不是更少。让我们来看一个实际而普遍的例子，一段关系。你无法控制另一个人的感受，你无法强迫爱情、尊重或关注。试图这样做会导致操纵、嫉妒和痛苦。你能控制什么？你自己的行为。你可以选择成为一个诚实、忠诚、善于沟通和在场的伴侣。你的内心平静应该源于你扮演角色的完整性，而不是你收到的回应。如果关系蓬勃发展，那很好；如果不是，你仍然可以保持平静，知道你在你的控制范围内以美德行事。你的价值不在于他人的验证，而在于你自己的行为。想想你在交通中浪费的时间，愤怒和不耐烦的沸腾。交通堵塞100%地超出了你的控制，然而你的反应完全掌握在你手中。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生气，绷紧你的肌肉，升高你的血压，实际上是在为一个不是你制造的问题惩罚自己。或者你可以重新构建这种情况。汽车可以变成一个教室，你可以听一本有声读物，一个能丰富你的播客，或者只是练习在场的艺术，不加评判地观察你周围的世界。外部世界是相同的，但内部体验却截然不同。选择全在你。因此，你的第一个实际任务，你成为你内心城堡守护者的第一步，是今晚睡觉前拿一张纸，想一个最近让你感到沮丧或焦虑的事件。现在在页面中间画一条线，在左边写上可控的，在右边写上不可控的，分解该事件，并将每个组成部分列在其各自的栏中。要绝对诚实。你会发现，你的绝大多数情绪困扰都来自右栏中列出的项目，那片从未属于你的领土。这个练习不仅仅是写日记，它是一种心智外科手术。你正在将焦虑的肿瘤从你心智的健康组织中分离出来，通过在纸上将这种分离可视化，你训练你的大脑在实时中自动进行这种区分。你每做一次，你内心王国周围的城墙就变得更坚固。你学会将你的注意力引向那个虽小但极其强大的你实际上可以控制的事物清单。和平不是来自消除页面右侧的问题，而是来自将你所有的能量集中在左侧，那里才是你真正力量所在的地方。通过实践这门纪律，你开始了根本的转变。你不再是及时的人质，一片随风飘荡的叶子，而是开始成为时间的建筑师。你不控制事件，但你成为你对事件反应的主人。你明白，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存在着你的力量和你的自由。耐心不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选择以智慧、冷静和目的居住在那个空间，只专注于那是你所能掌控的。记住，皇帝哲学家马可·奥勒留本人的话：你对你的心智有力量，而不是对外部事件。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找到力量。这种认识是关键，它不是你一次性理解就完事儿的东西，它是一种日常实践，一种在你心智边界上的持续警惕，质疑每一个愤怒的冲动，每一波焦虑。这在我的控制之下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的任务是接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的任务是以美德行动。没有第三个选项。这是通往宁静和效率的道路。这第一个视角，控制二分法，是整个斯多葛建筑的基石。不掌握它，所有其他技术都毫无用处。它是解放的原则，正是它让一个像埃皮克提图那样的囚犯，比一个像尼禄那样被欲望折磨的皇帝更自由。自由不是一种外部条件，它是一种内部判断。它是专注于你选择的质量，而不是它们产生的结果的纪律。真正的耐心诞生于此，在于平静地接受我们无法改变的，以及不懈地专注于我们所能改变的。如果第一个视角调整你的焦点到近处和可控的事物，那么第二个视角则恰恰相反，它邀请你进行一次彻底的拉远，从宇宙的视角看待你的问题和你的不耐烦。斯多葛派称这种实践为从高处俯瞰，这是一种在心智上提升自己，超越你当下的处境，你的街道，你的城市，你的国家，直到你看到地球是一个漂浮在寂静广袤太空中的蓝色小球。从那里，从那个优越的视角，看看你的生活和现在困扰你的问题。从这个尺度看，你的不耐烦会发生什么变化？那封没有被回复的邮件，那个延迟的项目，你在交通中受到的那次冒犯，在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面前，他们算什么？他们变成了他们真正的样子。微不足道的事件，在存在的宏大之景中几乎无足轻重。那看似如此压倒性的紧迫感消散了，你赋予事件的重要性显露出是你自己自我的一种捏造。这种实践不是为了贬低你的生活，而是为了给你的问题以它们真实的尺寸。它消灭了琐事的暴政。这里的内部冲突是我们对唯我论的自然倾向，即相信我们个人的宇宙是唯一重要的宇宙。你的心智默认情况下就像一盏聚光灯，以不成比例的强度照亮你的担忧。一个小问题在这束光下看起来像一个不可逾越的怪物。从高处俯瞰是关掉这盏聚光灯并打开体育场灯光的行为。你意识到你的个人戏剧正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上演，那里无数其他的戏剧，大的多的和小的多的，正在同时展开。这种认识产生谦卑，而谦卑是不耐烦的强大解药。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不断地实践这一点。他提醒自己，在他之前有无限的时间，之后也会有无限的时间。他想到所有生活过又死去的世世代代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焦虑和紧迫感，如今已完全被遗忘，化为尘土。这种反思并没有让他变得病态，而是让他活在当下。他提醒他的时间是有限而宝贵的，把它浪费在对琐事的愤怒、焦虑和不耐烦上是最大的荒谬。在这种光照下，耐心变成了一个视角问题，它是拒绝赋予一个短暂的时刻偷走你平静的力量。把这想象成一次时间验尸，面对一个考验你耐心的情境，主动问自己，这件事5天后还重要吗？5个月后呢？5年后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诚实的答案将是不。冒犯会被忘记，延迟会被克服，问题会被解决或变得无关紧要。
通过问这个问题，你穿越到未来，用距离的智慧回顾现在的你。你成为自己的导师，建议自己不要在一场时间已经宣布为微不足道的战斗中浪费精力。这种实践是对抗不耐烦所产生的情感近视的武器。当你不耐烦时，你的视野会变窄，你渴望或沮丧的对象充满了你的整个心智地平线，你失去了相对化看大局的能力。宇宙的拉远镜头强迫这种视野的扩展，这就像如此近的看一棵树，以至于你只看到粗糙的树皮，然后爬上一座山，看到那棵树只是广阔森林中数百万棵树之一。树没有变，但你对它的感知被改变了，随之而来的是你的情感反应。你对这第二个视角的任务简单而深刻。下一次你感觉到不耐烦的浪潮涌上心头时，无论是在超市排队等待下载，还是等待一个决定，停下来。如果可以，闭上眼睛，一瞬间直醒，拉远，想象自己上升，看到天花板，然后是街区、城市，继续上升，直到你看到你大陆的轮廓，感受你周围的广阔。问自己，在这片广阔之中，这个问题真正的尺寸是什么？保持这个视角60秒，你会感觉到紧张感减轻，紧迫感蒸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醒的平静。这个技巧的美妙之处在于它的便携性，你不需要任何设备，只需要你的想象力。这是一个你可以随时随地进入的平静圣殿，这是对你视角肌肉的训练。你越是锻炼它，它就变得越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广阔的视野将成为你的默认状态。你将开始自动地根据事件的持久相关性，而不是其即时紧迫性来评估它们。你成为自己节奏的主人，不受外界制造的压力的影响，在一个由智慧而非焦虑支配的时间线上运作。从这种实践中诞生的耐心，不是咬紧牙关忍受不适的耐心，它是一种宁静的，几乎是淡然的耐心，来自于对事物的短暂性和尺度的深刻理解。你意识到，大多数困扰我们的都是被我们自己的自我夸大的第一世界问题。从高处俯瞰，让我们重新连接到一个更大的现实，提醒我们的必死性和当下时刻的珍贵。他问我们，你真的想把你有限生命的一部分花在为此事生气上吗？答案无一例外的变成了一个响亮的不。这个练习也培养了同理心。当从高处看世界时，你不仅看到自己，还看到整个人类。你记起你遇到的每个人都在打着自己的仗，过着自己复杂的戏剧。那个在交通中别了你的人，那个看起来很慢的服务员，他们不仅仅是你路上的障碍，他们是自己故事的主角。这种认识消除了愤怒，取而代之的是理解，或者至少是接受。不耐烦常常源于一种微妙的自私。从高处俯瞰治愈了我们这一点，提醒我们是一个更大事物的一部分。掌握这个视角意味着你获得了重新调整现实尺寸的力量。你学会不给小问题巨大的权利来影响你的内心平静。你变得像马可·奥勒留所渴望成为的那样，像一个岩石海角，海浪不断地拍打着它，但它屹立不倒，并平息了周围水的狂怒。你的心智变成了那个海角。日常烦恼的浪潮来了，但它们动摇不了你。它们撞在你广阔的视角上破碎，然后退去，留下的和你发现时一样的平静和坚固。因此，结合这两个视角，用第一个视角外科手术般的专注于你在即时行动中能控制什么，用第二个视角宇宙般的扩大你对结果重要性的看法。这种组合的效力是毁灭性的，它将你锚定在当下，
赋予你对自己行动的力量，同时又将你从对后果的焦虑中解放出来，提醒你在宏大的事物计划中他们的微不足道。你成为一个专注的行动者，同时又是一个宁静的灵魂。这是激烈行动与深刻超脱的矛盾统一。现在准备好迎接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视角，这是所有视角中最具变革性的。第三个视角是斯多葛实践的顶峰。这个概念几个世纪后被尼采称为爱命运对命运的爱。如果第一个视角教会了你控制什么，第二个视角给了你视角，那么这第三个视角教会你去爱所有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那些你不会选择的事情。这不仅是接受或容忍延迟、障碍和挫折的艺术，而是像你自己选择了他们一样去拥抱他们。它是将每一个等待的时刻、每一个步、每一次路线的偏离，重新构建为不是浪费时间的真空，而是为你完美设计的训练场。这个想法对于现代心智来说是激进而极具挑战性的。现代心智被教导去寻求快乐，避免痛苦，希望生活轻松顺利并按计划进行。内部冲突是巨大的，我们自然的倾向是当现实不合我们意识去抵抗它。我们诅咒爆胎、被取消的会议、意外的疾病。这种抵抗，这种与琐事的斗争，是我们所有痛苦的根源。爱命运向我们提出了相反的建议：不要抵抗，去拥抱；不要斗争，去利用。障碍不在路上，障碍就是路。正如马可·奥勒留教导我们的，想象一下能量上的差异。在抵抗中，你花费你的力量与不可避免的事物做斗争，处于一种沮丧和受害的状态。通过拥抱事件，所有这些能量都被释放出来，用于建设性的方式。机场的延误不再是无聊的地狱，它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去阅读、冥想、观察人们，或仅仅是练习平静。你收到的严厉批评不再是人身攻击，它是有价值的信息，是对你谦卑的考验，也是训练不执着于他人意见的机会。每一个时刻都变得有用，没有什么是被浪费的。这将耐心从一种被动的美德转变为一种主动的寻宝。在每一个被迫等待的时刻，你的新问题变成了：这里的机会在哪里？这个时刻要求我练习什么？也许是正念，专注于你的呼吸；也许是观察，注意到你匆忙中永远不会看到的周围的细节；也许是谦卑，接受你不是宇宙的中心，世界不按你的日程运作。等待不再是需要填补的空虚，而成为一个刻意练习的空间。你对这第三个视角的任务是所有任务中最实际的。下一次你发现自己处于不可避免的等待情境中，排队、候诊室、交通堵塞，你的任务是抵抗拿起手机分心的冲动。相反，仅用60秒，将你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上，你自己呼吸的感觉，感受空气进入和离开你的肺部。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事情，只是观察。这个简单的行为是一种力量的宣言，是你主动选择如何利用你的时间，将一个无能为力的时刻转变为一个心智掌控的练习。通过实践这个，你正在重新调整你对等待的神经反应。你不再将延迟与焦虑和沮丧联系在一起，而是开始将其与平静和重新集中的时刻联系起来。你正在利用障碍作为练习美德的触发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反应会变得自动化。曾经是压力源的东西变成了和平的锚。你开始真正的爱上这些时刻，不是因为它们令人愉快，而是因为它们是变得更强、更冷静、更在场的机会。简而言之，更斯多格爱命运是当我时我才会快乐心态的终极解药。
当我升职时，当我找到伴侣时，当我退休时，我才会快乐。这是一个通往终生不满的秘方。爱命运的实践者在每一刻都能找到满足的可能性，因为每一刻，无论是胜利还是逆境，都被视为对其旅程必要和有用的。幸福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爱上旅程的能力，包括其所有的弯路、坑洼和意外的绕道。这是对当下的彻底而快乐的接受。想想像锻造一把剑的过程，刚才经受极端的压力，炽热的火焰，锤子的猛烈敲击，冷却的热冲击。一个无知的观察者只会看到暴力和破坏，但铁匠知道，正是通过这个残酷的过程，钢材才变得坚固、柔韧和锋利。你的生活就是那块钢，延迟、挫折和挑战就是火焰和锤子。通过实践爱命运，你成为那个理解并欢迎这个过程的铁匠，直到每一次敲击都在将你锻造成更具韧性和更有德行的东西。所以斯多葛式的耐心在其最高形式中，是时时热爱你的命运的能力，是看着交通堵塞然后想，正是我练习冷静所需要的，是收到一个不，然后想一个训练我的韧性并寻求新路径的绝佳机会。这对未经训练的心智来说可能听起来很疯狂，但对斯多葛派来说，这是最纯粹的逻辑。为什么要与你拥有的唯一事物及你生活展开的方式发动战争呢？为什么不与它结盟，并利用它的每一部分来为自己服务呢？这三个视角的结合，控制二分法，从高处俯瞰和爱命运，创造了一副坚不可摧的心理盔甲。你变得不可动摇，因为你只专注于你能控制的。你变得宁静，因为你理解你问题的真实尺度。你变得反脆弱，因为你学会了去爱和利用你路上发生的一切。你停止与生命之河做斗争，学会以技巧和优雅在其水流中航行，利用河本身的力量推动你前进。你不再是环境的受害者。这就是斯多葛主义提供的转变，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生活，而是一个你变得比任何你可能面对的问题都更强大的生活。耐心不再是你拥有的美德，而成为你智慧的自然表达。它表现为压力下的冷静、混乱中的清晰，以及他人能感觉到但无法解释的沉默力量。你成为你时间的建筑师，你内心城堡的守护者，发生在什么和你如何回应之间间隙的主人。你已经到达了这次初步训练的终点，但实际上，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探讨的三个视角，控制二分法，从高处俯瞰和爱命运，不是用来欣赏的概念，而是要日常挥舞的武器。它们是你对抗不耐烦、焦虑和反应性的装备。你开始这个视频时是及时的人质，感觉到你的平静被每一个小小的延迟所绑架。现在你拥有了地图和工具，可以成为时间的建筑师，你感知的主人，你内心城堡坚定不移的守护者。这段旅程并不容易，但通往精神自由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力量不在于知道道路，而在于行走其上。现在是你做出承诺的时候了。没有行动的知识是无用的。主宰你时间的第一步是公开宣布它。所以，去评论区写下“我的时间是我的领域”。这不仅仅是为算法写的一条评论，这是你第一次控制的声明，一份你与自己签订的合同，将今天的教训铭刻在你的脑海中。如果你看到了这里，如果你完成了这次初步训练，请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来宣告你的纪律，向他人展示，这是一个由致力于自我主宰的人组成的社区，而不是寻求快速解决方案的临时观众。如果这条信息让你变得更强大，如果你感觉到你的视角发生了变化，请用行动
来尊重这种感觉。点赞，让我们知道这个内容是有价值的。更重要的是，分享这个视频。想一个你生活中同样在与时间进行持续战争的人，并把这条信息发送给他们，成为那个向他们介绍这些工具的向导。最后，订阅并激活通知，因为你的训练并未在此结束，通往斯多葛主宰的旅程是持续的。我们的下一个教训，我们锻造你韧性的下一步，已经在准备中，保持坚定。